大家好，我是丽姐，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感谢大家的订阅。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简直堪比电视剧的剧情，特别是这场婚姻风波，简直可以用天翻地覆来形容。你们知道吗？有一位来自上海的母亲，因为不想自己的女儿嫁到台湾，居然亲自飞到了台湾，把婚礼现场搞得一团乱。你们可能会想，这母亲究竟是多么抗拒台湾，才会做出这种惊天动地的举动？但没想到，这场风波背后却隐藏着台湾社会的独特人情味，最终竟然让这位上海母亲感动得心软了。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走进这段跌宕起伏的婚姻故事，看看这场母亲大闹婚姻现场的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首先，大家要知道，这位上海母亲可是个典型的虎妈，她的女儿小芳从小就被她管得严严实实。别看小芳年纪不大，才27、28岁，但她的婚姻大事早早就成了妈妈心头的一块心病。作为一位上海的中年女性，丽姐在这里插一句，上海的家长特别重视孩子的婚姻问题，尤其是女儿，往往会有一种我要为女儿的未来负责到底的心态。而且，这位上海母亲还有一个特别的担忧，那就是台湾的生活习惯、社会风气跟上海的差距太大。她自己虽然不太了解台湾的具体情况，但在她的观念里，台湾的婚姻生活并不像上海那样稳定体面。她认为，台湾的男人比起上海本地的，可能缺乏责任心，甚至会影响到她女儿的未来幸福。因为大家都知道，上海可是一个讲究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的地方，母亲眼中的台湾婚姻生活是她难以接受的。所以，当小芳向母亲提出自己打算和台湾的男朋友阿俊结婚的时候，这位上海母亲立刻炸了锅。她觉得这根本就是跳进火坑，于是她毫不犹豫地决定亲自飞到台湾去阻止这场婚礼。你说，这位母亲是不是很有勇气，能为女儿的婚姻做这么极端的决定？但也正是这种过度保护和不信任异乡文化的情绪，成就了这场惊天大闹的婚姻事件。话说，母亲飞到台湾的时候，完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她那时心里想着，台湾不过是个小岛，人们的生活方式怎么会和上海这么大一个城市相比？更何况，她并不认为台湾的男生有什么优点。她在上海的朋友圈里听到的都是一些关于台湾男人不靠谱之类的流言蜚语，根本没有认真去了解过台湾文化。抵达台湾后，母亲直接去了小芳和阿俊所在的城市，安排好了酒店后，就直奔婚礼现场。婚礼当天，气氛原本是轻松愉快的，但是他的到来却像一颗炸弹一样，彻底打破了现场的宁静。他到场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求停止婚礼，说自己是来给女儿保驾护航的，坚决表示不能让小芳和阿俊结婚。小芳顿时被吓得愣住了，而在场的所有亲友也都显得有些懵。阿俊看见母亲这么激动，面面相觑，最后还是决定要先耐心劝说。可是上海母亲哪是那么容易妥协的人？她站在婚礼现场，完全不顾及任何情面，开口就说：你们台湾的男人能给我女儿什么？能保证她以后过得幸福吗？她还特别挑剔地提出，阿俊家里的经济状况、背景，甚至家庭教育都没达到上海母亲心中的标准。在台下的亲戚朋友们看来，这场突如其来的冲突完全没有预兆，有些人甚至觉得他有些过分，而台下的台湾宾客也开始低声议论。虽然大部分人都不敢出声，但有些人已经不满地在小声嘀咕，怎么有这种妈妈，也太过分了吧。当时气氛真的一下子变得非常尴尬，婚礼的氛围一度冷到极点。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是你站在那么多人面前，突然被一位陌生的母亲当场质疑自己的婚姻，你心里会是什么感觉？这对阿俊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大的侮辱，但他没有当场反驳，而是尽量平静地和这位上海母亲沟通，希望能够化解矛盾。然而，就在上海母亲愤怒不已时，台下的一位老奶奶突然站了出来。这位老奶奶是阿俊家的亲戚，她年纪大约70多岁，带着浓厚的台湾腔口音，手里还拿着一个小扇子，轻轻摇动。她微笑着走到上海母亲面前，说：阿姨，您这么激动，肯定是为了您女儿好，我们能理解您的担心，但是您知道吗？我们台湾人做事讲究的是慢慢来，婚姻是2个人的事，
虽然文化不太一样，但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心，就是希望彼此过得好。您女儿能选择阿俊，一定是她觉得他是最适合的人。我们台湾人可能没有上海那么讲究外面的面子，但我们有我们的真心。这番话完全打破了上海母亲心中的坚冰，虽然她依然不完全认同，但至少让她开始重新思考了台湾人的情感方式。她突然有些意识到，自己可能过于急功近利地去做决策，而没有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接下来，婚礼现场的气氛稍微回温了些，阿俊也主动走到母亲身边，表达了自己对小芳的真心和对婚姻的责任感，并且向上海母亲保证，他一定会好好照顾小芳，不让她受任何委屈。这时，上海母亲终于放下了心中的部分戒备，开始有了一些动摇。她虽然还是不完全认同这场婚姻，但至少看到了阿俊的诚意和台湾人特有的温情。于是，他决定先不再反对，暂时不干扰婚礼的进行。但谁也没有想到，这场婚礼的波折才刚刚开始。婚礼继续进行，但现场的气氛依然笼罩着一层紧张的阴影。上海母亲虽然表面上没有继续大吵大闹，但她的心里依然不太平静。她忍不住回想，自己这么多年来对女儿的照顾，难道就不值得她女儿的理解吗？台湾人真的能够理解上海家庭的文化价值观吗？更重要的是，台湾人习惯性的不急不躁、放慢节奏的生活方式，真的能够给小芳带来她想要的那种安定感和安全感吗？婚礼的司仪是阿俊的朋友，一个台湾本地的年轻人，他非常懂得如何调节气氛，特别是面临这样突如其来的不和谐情况，他依然非常从容地继续主持婚礼。看着台上的一切，他微笑着讲了一段话。我们台湾有句老话叫做水土不服，意思是说不同地方的人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背景，但最重要的是大家心里的那份诚意和用心。我们婚礼的意义不仅仅是为了展示外面的华丽，而是希望每一对新人能带着彼此的真心走向未来。这句话瞬间让上海母亲愣住了，她的内心有些复杂，突然意识到自己是不是在太过坚持自己的看法，忽略了别人的感受。他想了想，或许自己过于执着于上海本土的文化，也许阿俊的真心是值得尊重的。就在这时，小芳终于忍不住走到母亲身边，轻轻地拉了拉她的袖子，眼里闪烁着泪光。妈，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我也希望你能理解我。阿俊对我很好，他真的很用心，我真的想和他一起走下去，给我们一个机会，好吗？这一刻，上海母亲的心仿佛被什么东西轻轻触动了，她曾经对台湾的所有成见瞬间变得模糊了。原来，女儿的幸福并不一定要通过最好的条件来衡量，也许真正的幸福是在那个彼此愿意包容和理解的关系里，而这种关系似乎不再需要过多的物质和面子来支撑。可是，仍然有一部分的她依然难以接受这场婚礼的草率和轻松。他微微皱了皱眉，转过头看了看阿俊，问道：你说你会照顾他，那你打算如何给他一个安稳的未来？你能在台北给他一个安定的生活吗？阿俊没有犹豫，直接回答：阿姨，我和小芳打算搬到台北定居，我会努力工作，也会为他提供最好的生活保障。我不敢说一定能给他最好的一切，但我可以保证，我会陪他一起度过每一个困难，一起面对未来所有的挑战。这番话说得那么真挚，仿佛带着一股让人无法拒绝的力量。上海母亲的心又软了一些，她明白阿俊说的不是空话，而是发自内心的承诺。她突然想起了自己当年和丈夫相识、结婚的情景，她自己也曾在年轻时怀揣着理想与梦想，走向了婚姻的殿堂。虽然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但最终两个人还是坚持走到了今天。她不禁开始反思自己是否过于担忧，是否太过于看重稳定的外在条件，而忽略了婚姻中最重要的那份感情和承诺。此时，婚礼现场的气氛也终于开始转变，原本僵硬的气氛渐渐有了些许松动。阿俊的父母走到上海母亲身边，轻声地表示：阿姨，感谢你能来参加我们家孩子的婚礼。我们知道您一定是爱小芳的，只是担心她在我们这边会不适应，我们会尽全力去照顾她，也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毕竟婚姻是两个人的事情，但也是两家人的事情。
上海母亲看着阿俊父母那充满诚意的眼神，突然有些感动。她心里的那道坚冰开始慢慢融化。她看着女儿，心里一阵阵复杂的情绪交织。她其实并不反感阿俊的为人，只是她害怕女儿会受到伤害，害怕她嫁到一个自己不了解的地方，开始不确定的生活。但此时此刻，她才意识到自己的女儿已经是个独立的成年人，她有自己的选择，自己的人生。而作为母亲的责任是给予她爱和支持，而不是控制和决定她的每一步。好吧，上海母亲终于缓缓开口，我希望你们能真正照顾好小芳，给她幸福。既然你们这么有诚意，那我也不再阻止了。那一瞬间，婚礼现场的气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台下的亲戚和朋友们开始鼓掌，大家都为这场难得的和解感到欣慰。而阿俊的父母也松了一口气，纷纷表示婚礼终于在一片温暖的掌声和祝福声中圆满结束了。虽然上海母亲依然对一些细节有些不满意，但她的心态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在她离开台湾回上海的飞机上，她一边回忆着这段不寻常的经历，一边想着自己心中的种种思考。她曾经以为台湾人的婚姻不过是随便而已，缺少责任感和稳定性，但她也意识到，台湾人或许比上海人更加注重人情和感情的温度，他们更重视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和理解。而这些才是婚姻真正的基石。也许他自己会在未来的某一天接受这个新型的婚姻观念。他突然感到一切都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婚姻不仅仅是家庭的安排，更是两个人真心相待后的共同选择。他的女儿小芳终于找到了她所追求的幸福，而作为母亲的她，最终也决定给女儿最好的祝福。回到上海后，上海母亲打电话给小芳，轻轻地说：“你们在台湾过得怎么样？我觉得你们可以尝试去适应那个地方。阿俊是个不错的男孩，我希望你们能好好过日子。”电话那头，小芳激动地说：“妈，谢谢你，你终于理解我了。”上海母亲的眼里泛起了泪光，她不再纠结于台湾和上海之间的文化差异，也不再过度操控女儿的婚姻选择。她终于明白，婚姻的意义不是为了将孩子控制在自己的世界里，而是让他学会独立，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这场婚礼的风波最终变成了一个温馨的结局。上海母亲感动了，而台湾的文化和人情味也用她独特的方式触动了她的内心深处。